大家好，我是杰瑞。你有好奇过冬天的花境长什么样子吗？你能接受精心设计过的枯萎吗？我们都知道 Pete Udoff 被称为 New Perennial Movement 之父，这一派种植自然主义风潮从上世纪90年代渐渐从欧洲吹到美国，在9102+1的今年继续席卷全球。这一期请随我一起逛一逛种植设计师 Pete Udoff 最有名的代表作纽约高线公园。高线公园在建筑景观设计圈应该是不能再有名的案例了。在这一条约1.45英里，也就是2400米的线性公园里，一共有500多种植物，其中包括1200棵树、11万棵灌木及草本植物，而其中一半是美国本土植物。每年3月，万物开始复苏的时候，高线之友志愿者们会进行春剪 （Spring Cutback），也就是说，整个冬季，这些枯萎的草本的骨架、灌木的枝干以及花的种头都会被原地保留。大家现在看到的片段是我在12月最后一周进行拍摄的。冬天绝对不是高线公园最可口、最上镜的季节，但对于体会自然主义的要义，也就是植物完整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恰是时候。这里先上一张高线公园完整的花径分区地图，可以看到从南到北，我们会依次经过 Gansworth Woodland、Sound Deck and Water Feature、10th Avenue Square、Chelsea Grassland、Chelsea Thicket、Lawn and Sitting Steps、Meadow Walk、Flyover、Wildflower Bend、Spur 和最后的 Interim Walkway。这里面好多金主爸爸的冠名和更细致的分区，我就不一一仔细念出来了。简单讲几个我这次具体注意到的植物吧。首先上到 Gansworth Woodland， 我注意到了这个4季都有看点的林下草木 Amsonia， 俗称 Blue Star， 中文名有直接翻译蓝星，也有叫柳叶水甘草。回来一查植物清单，果真有3个品种的混搭 Amsonia Hebrichtii、Amsonia Blue Ice 和 Amsonia Tabernia Montana Variety Salicifolia。 它有淡蓝色像星星一样的春花，像羽毛般梦幻的夏叶，秋天又变身为灿烂的金色，到冬天整个蓬松的株形和一些种头仍然坚强地挺立在寒风中。自从我认识蓝星之后，随便在费城走一走，也经常在公共景观中见到它的身影，算是被设计师加持过的皮实草本之星。接下来是我发现这个伟岸的小小身躯多刺阴生种植盘里的常客铁筷子。远远的我就看到了摊成一片的它们，主要集中在 Chelsea Thicket 这一区，有被放在种植池的前面，也有被放在后面，跟高线的另一特色铁轨搭配在一起。我想其中的用意便是让这些常绿草本在比较凋零的冬季和早春发热发光，看花看叶，等夏秋百花齐放的时候，它又可以安稳地退居2线，做一片绿油油的地背。回来还是查查植物清单，这里用到的具体品种是 Helleborus argutifolius， 俗称 Corsican Hellebore。 从名字也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美国本地的品种啦，它是从欧洲来的美国圣诞玫瑰的亲戚，它的中文名可能是叫做齿叶铁筷子。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在超市买的圣诞玫瑰，是更常见的单花铁筷子。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另外一个跟齿叶铁筷子体型相近的品种，听名字就令人闻风丧胆，叫做 Helleborus foetidus， 俗称 Stinky Hellebore 或者 Bear's Foot。叫它 Bear's Foot 呢，很好理解，你看它长得相当张牙舞爪，叶子的形状有点像熊角，据说它整株都很臭，令我相当好奇。如果你们知道哪里种的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我想要亲眼见见它。其他看到的一些有记忆点的灌木和树，我也简单提一嘴吧。有秃秃的但仍然坚持佩戴自己特色挂饰的 sumac， 有别人秃了才显出自己是4季常青的 holly和 Magnolia virginiana， 还有各种雅典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蓄势待发，有像莲花的 sassafras， 还有可以说是非常娇艳欲滴的玫瑰色 viburnum， 让人已经等不及想要来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大概就先说到这些，我感觉这周视频的剪辑工作量已经非常大了。
高县不管是在种植、设计以及维护管理，都是一个巨大的学习宝藏。我这次只是蜻蜓点水，如果我哪里讲的不对或者不好，还请各位大神在留言区里指正批评。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也请点赞、订阅，多多支持啦！我们下期见。